在我国临近新年的时候，美军再次派出3艘驱逐舰进入南海探路。当打探完军情之后，尼米兹号航母马上也会过来。来看详情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最近这段时间是我国最大节日春节，所以大家也都忙着放假，准备享受这段时间。但是美国可不会这么好心的让我们好好的过这个年。在往年的时候，美军也是多次在我国新年的时候派出军机军舰来到南海地区挑衅。印象最深的还要数去年也是这个时候，美军派出了自己的卡尔文森号航母前往南海地区搞事情，结果没想到的是 F-35C 舰载机直接一头栽进了海里，上门挑衅变成了打捞行动，捞了大半个月才把这架舰载机给捞出来。而现在美军再次派出航母来搞事情。根据南海战略态势感知公布的消息，美军中允号、迪卡特号、韦恩麦耶号导弹驱逐舰通过巴士海峡进入了南海。从现有资料可知，这3艘驱逐舰都隶属于美军太平洋舰队，尼米兹号航母打击群麾下。这就意味着等到这3艘驱逐舰探完路之后，美军的尼米兹号航母即将驶来。在美军现在派出的这3艘驱逐舰中，中允号算是2进攻了。在本月初的时候，美国就派这艘驱逐舰过航台湾海峡，并大肆进行炒作，宣扬自己的自由航行。没想到这才刚休息了1周不到的时间，这艘驱逐舰又马不停蹄地带着其他2兄弟驶入南海搞事情了。可能有人想说，为什么航母不直接和驱逐舰一起跟着过来？反正又没有什么人去打这艘航母。对于为什么不直接把自家的尼米兹号航母直接和驱逐舰一起派到南海来，这点美军心里是最清楚的。在去年，美国海军在南海只进行了4次活动，是5年来最少的一次。为什么这么少？除了有我军加强巡航力度，让美军不敢肆无忌惮这一因素之外，还有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南海这地区的水深，美军把握不住。除了航母上的 F-35能直接掉海里之外，就连美军的核潜艇都能在这儿撞山。这一撞之后，这艘美军顶级的核潜艇可以说是提前进入了养老生活，现在还在船舱里躺着呢。如果说今年的尼米兹号航母和以前一样，到南海就出了事故，那么不仅对美军来说感到丢人，还会让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再一次下降。本来之前去一次南海就出一次事就够丢人的了，要是这尼米兹号新年首秀又出事儿，这事故率都已经超越隔壁的3哥了，这还让人怎么相信美国的装备质量呢？特别是加拿大最近才和美国成交了一笔190亿美元的 F-35订单，这要是有个3长2短，在南海再调一次 F-35，不得把加拿大下的连夜取消订单换个靠谱点的买家。当然，美军此番前来南海，更多的还是为了立威。去年美军在南海出现过的次数为历年最低，很多人还以为美国是怕了呢，这才不敢再来南海搞事情了。所以在今年，美军就打算证明一下自己到底怕没怕。仅仅不到2周的时间，就2次派出军舰来搞事情，并且这个搞事情的时机还非常的巧妙，恰巧是我国过年的时候。是打算趁着我国过年放假没人的时候来一波偷袭吗？不过美军的想法显然是落空了。这次的航母还没进入南海呢，用来探路的3艘驱逐舰就被当场发现。这下尼米兹号航母在自由航行的时候就得小心点了，别不小心进入了他国领海，直接遭到驱逐，让舰载机飞行员心理压力太大，开着开着就掉海里了。其实美军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之前动不动就搞一次双航母打击群演练，在南海凑个5航母联合军演都不是难事儿，但现在却只有美国海军孤家寡人派出1艘航母过来。要知道，在美军的太平洋舰队中，有着里根号、林肯号、尼米兹号、卡尔文森号、罗斯福号5艘航母的存在，但实际上能出动的航母只有1半，其他1半常年都在趴窝维护。这次的尼米兹号也是刚刚才完成了维护保养，就匆忙地派往南海执行任务了。至于其他国家为什么不也派出航母来和美国一起搞事情，这些国家正因为俄乌冲突等多方面影响而焦头烂额，经济都烂成这样了，
还等着和中国一起合作呢。在新年开头就挑衅中国，那这以后的日子还要不要过了？也就收割了整个欧洲韭菜的美国，在这时才能腾出这么多的功夫来南海挑衅中国。